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原田宪司先生所著的《控制血糖值才能减掉脂肪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通过血糖控制来减脂；第二，通过控制摄入量，一边摄取糖分一边瘦身；第三，通过控制进食时间与方式，不与饥饿作战，也能减少脂肪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通过血糖控制来减脂，让身体活动，让大脑运转，维持生命所需的细胞活动，主要依靠血液中流动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。而血糖值就是指血液中葡萄糖浓度的高低。当我们进食后，血糖值上升过高时，胰腺会大量分泌唯一能降低血糖的激素胰岛素。胰岛素的作用是将血液中的糖分输送进细胞，但同时也会促进脂肪的堆积。接着，如果血糖值又急速下降，就会产生强烈的饥饿感，使人更容易吃零食或暴食。此外，身体为了补充血糖，不仅会分解体脂肪，还会连肌肉一起分解，以维持血糖值在正常范围。而当肌肉减少时，新陈代谢会下降，这正是减肥中常见的隐藏陷阱。由此可见，血糖值过高或过低都不好。最理想的状态是让血糖值在正常范围内平稳波动。作者提出的血糖控制减肥法，就是通过饮食上的小技巧，让饭后血糖的上升更加平缓，从而不容易堆积脂肪，防止肌肉流失，同时还能控制食欲。在血糖控制减肥中，很多人经常问作者，吃什么才能瘦下来呢？作者指出，减肥不仅仅是吃什么，还要注意吃多少，什么时候吃，先吃什么。例如，即使是被认为健康的食物燕麦片，如果一餐吃太多，或者在空腹时狼吞虎咽，也会导致血糖值迅速飙升，结果更容易让脂肪堆积。通过血糖控制减肥法，我们可以健康地减少脂肪，找回稳定与平衡的身体状态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通过控制摄入量，一边摄取糖分一边瘦身。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在家庭聚会、与朋友外出、旅行、聚会活动等特别场合时，心里总想着吃了会不会胖，而犹豫是否该享用美食。其实，只要在平日里养成控制饮食量的能力，就完全不用担心。即使在外出或聚会时尽情吃喜欢的食物，只要之后在日常饮食中适度调整，就不容易发胖，也不会失去吃的乐趣与生活的快乐。本书提出了控制摄取量的3大重点：热量、糖类、蛋白质。首先是热量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摄取的热量超过身体消耗的能量，多余的部分就会被储存为体脂肪。确实，减少摄取热量越多，越容易瘦。但若过度限制热量，身体会开始分解肌肉中的蛋白质来补充能量，结果就是肌肉减少，代谢下降，反而更容易反弹。为了防止这种情况，作者建议按照以下3个步骤设定合理的热量目标。步骤1，了解自己的每日能量消耗量，这相当于不会变成脂肪的上限热量值。活动量大的人消耗能量更多，因此这个数值也会相应提高。步骤2，了解最低所需能量基础代谢量。基础代谢是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能量，如果摄取热量低于基础代谢量，身体会感到危机，开始分解肌肉，进入省电模式，新陈代谢下降，最终导致容易反弹的体质。所以摄取热量绝不能低于基础代谢量。步骤3，在两者之间设定每日摄取目标，并灵活调整。目标应是比每日消耗量少一点，但高于基础代谢量。例如，若每日消耗能量为2000千卡，则可设定目标为1700千卡，约少300千卡，一餐约500千卡，点心控制在200千卡左右。如果午餐吃多了，就在晚餐时减少一点，这样调整即可。接下来是糖类。听到血糖控制，很多人会立刻想到低碳饮食，
低碳饮食确实能在短期内快速减重，但从长期来看，作者认为适量摄取糖类更好。根据美国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，对45至65岁男女的长期调查发现，碳水化合物摄取比例仅 20% 的人，死亡风险提高了 1.6 倍，而死亡率最低的是碳水化合物占总能量 50% 至55% 的人群。换句话说，过度的糖类限制对健康反而有害，因此，适度摄取糖分才是长期保持健康与减脂的关键。精确计算糖分量很麻烦，作者提供了一个简单基准：便利店一个饭团约等于糖质40克，可作为每餐标准值。建议用厨房称量一下自己平时的饭碗中100克米饭的分量，这样可以培养出不易发胖的直觉。一开始可能觉得分量太少，但若遵循之后提到的蛋白质与膳食纤维优先原则，先吃菜与肉类，饭量即使少一些也会感到很满足。减脂期间主食糖量参考值：男性约250克每天，女性约150克每天，可根据活动量适度调整。第三个是蛋白质，为了防止减肥时肌肉流失，必须摄取足够的蛋白质，因为肌肉是燃烧脂肪的重要发动机。步骤1：了解每日所需的蛋白质量。对于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，计算公式为体重乘1至 1.2 克；对于有力量训练或运动习惯的人来说，计算公式为体重乘2克。步骤2：将每日蛋白质目标分配到3餐与加餐，不要一次吃太多，而是分多次摄取。例如，目标为60克时，可分配如下：早餐20克，午餐15克，加餐10克，晚餐15克。这样做可以防止肌肉分解，并有助于抑制食欲。想要一边享受美食，一边健康瘦身，关键不是完全不吃糖，而是学会控制摄取量与比例。只要掌握热量、糖类、蛋白质3项的平衡，无论外食还是节日，都能吃得开心，瘦得安心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通过控制进食时间与方式，不与饥饿作战，也能减少脂肪。作者指出，吃什么，以何种顺序吃，会影响胃肠消化速度和血糖上升的快慢。3大营养素，碳水化合物主要是糖类、蛋白质、脂质中，在餐后30分钟到1小时内，最容易快速提升血糖的是糖类，因为糖类的消化吸收速度远快于蛋白质和脂质。因此，为了防止餐后高血糖引起脂肪堆积，应该先吃蛋白质丰富的菜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。在吃主食，这种蛋白质加膳食纤维优先的顺序，会让胃肠消化变慢，即使主食量少，也能获得较高的饱腹感。不过，即便主食最后吃，也可以在进餐中交替品尝菜与米饭，毕竟这也是饮食乐趣的一部分。例如，先吃一半的肉类或鱼类及蔬菜，中段交替吃剩下的肉鱼菜与一半米饭，最后吃剩下的米饭。如果同时控制糖类摄入量，就能抑制血糖急速上升，更不容易发胖。其次，阻止晚餐血糖暴涨。午餐在12点后，经过3至4小时，血糖会逐渐下降，产生饥饿感。此时，不妨摄取约10克糖分的小零食，反而能抑制晚餐血糖急速上升。吃一点糖分会刺激胰岛素分泌，这对胰腺来说像是晚餐前的热身。当晚餐血糖开始上升时，胰腺能更快反应，及时分泌胰岛素，从而防止餐后高血糖。推荐坚食，糖分约10克，富含维生素与膳食纤维的水果约100克。作者常用的组合为含抗氧化多酚的冷冻蓝莓，可补充蛋白质的希腊酸奶或蛋白粉。再者，不易发胖。如果习惯快速吃大量高糖食物，血糖会反复剧烈波动，更容易发胖。因此，用餐时间拉长，慢慢吃，血糖上升会更平缓，大脑的饱腹中枢也会得到充分刺激，饱腹感更强。有时间时可尝试用餐20分钟以上，
如果早晨比较匆忙，也可以先慢慢喝蛋白质饮品，间隔一段时间后再吃主食。午餐或加餐也可以在工作或家务间分次少量摄入。此外，在血糖控制减肥中，也要注意空腹时间，无需刻意跳餐，只要晚餐后到次日早餐之间保持约12小时轻度空腹，就能让休眠的脂肪代谢发动，开始分解体脂。这12小时包括睡眠时间，因此不会感到饥饿。日间仍可正常吃3餐及零食，既能防止血糖过低导致肌肉分解，又比一天只吃2餐更能稳定血糖波动。这种方法让你无需刻意节食，通过日常活动与运动就能健康地减少体脂肪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